不好，他们耍诈！完了完了，被困死了！还有机会，只要让大军察觉异常。秦师叔，你会传送法，不如脱身去同这位国公。不急。那么，诸位是打算不按照江湖规矩来了？今天只有一个规矩。天牢封禁之内，纵有翻天覆地之威，也不会波及外界。大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山巅之上，青铜面具男子布下天牢封禁，扬言不讲江湖规矩，欲群起攻杀国师。就在这绝境之中，秦牧却道出一句：“那么我可以放心吗？”话音未落，城外异变陡生，只见数十里外，一面面高达10几丈的巨旗毫无征兆的竖起，遮天蔽日。青铜面具男子等人站在高处望去，脸色骤变，其后掩藏的正是严康国的千军万马。他正要高呼戒备，却已迟了。那数百巨旗猛地一卷，下一刻，大香城内竟同时出现360面大旗，旗下正是头戴斗笠的天魔教堂主。他们齐挥大旗，玄妙的空间之力爆发，城外数万严康精锐、金甲力士、喷火楼船、飞空奇鸟，竟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叛军心脏地带。此刻，青铜面具男子喊出的戒字余音尚在，但一切为时已晚。大旗瞬息收起，露出旗下严康将士杀气腾腾的面孔，杀声震天而起，剑出匣，马长嘶，战斗在瞬间白热化，步兵怒吼像化，化作象手巨人冲垮敌阵。空中骑兵俯冲，万箭如雨倾泻，楼船喷下真火，城墙化为火海，金甲力士推云车撞塌城垣。城外，冠军、怀化2位大将军见信号已发，挥军总攻。严康大军如潮水般从天地两面扑向大香，这场奇袭彻底打乱了叛军阵脚。3旗宝重军未及发作便葬身火海，离秦宫女修在箭雨中纷纷倒下，各派弟子被项军冲散，即便个人修为不俗，在严康战阵前也瞬息受首。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天魔教传送旗制造的中心开花，决定了叛军全军覆没的结局。山巅之上，青铜面具男子身躯颤抖，两条路。他明白了，严康国师给出的2条路，朝廷平推或江湖对决，竟是双管齐下。既要在此打死他们这些首领，也要剿灭他们的叛军根基。天魔教何时投靠了朝廷？堂堂魔道至高圣地，竟甘为鹰犬。离秦公主裘蝶衣厉声尖叫，目睹门下弟子惨死，她修炼离恨天剑诀所需的心若明镜境界轰然破碎。这一乱便是致命的空隙，严康国师甚至未曾转头，只并指如剑，轻轻一点，一道凝练至极的剑气自指间迸发，瞬息暴涨，如白虹贯日，直指裘蝶衣咽喉。不仅是他，在场所有教主及存在，心神皆因这战场巨变与天魔教介入的震撼而剧烈动摇。就在国师出手的刹那，竟无一人来得及反应。沈万云等人心中绝望，这天牢封境内，战斗余波反复激荡，他们必死无疑。千钧一发之际，一面大旗卷来，将秦牧等人一鼓，瞬间消失。待其影掠过，众人骇然发现，那座巍峨的城中山，连同山上的严康国师与10几位教主，竟已凭空消失，原地只留下一片巨大的、光滑如镜的白地，以及先前被山峰压垮的城主府废墟。未等沈万云等人从这移山填海的神通中回过神来，斗笠人们再次扬旗，将他们也一并遮住。又是一阵恍惚，众人已站在一座极高山峰的顶端，狂风呼啸，吹得衣衫猎猎作响，数百名斗笠人沉默地环绕四周。沈万云与同伴对视，皆看到对方眼中的惊恐，被神秘莫测的天魔教掳至此地，吉凶难料。忽然，这些斗笠人动作整齐地摘下了头上的斗笠，露出真容，随即面向秦牧与司云香，躬身行礼，声音洪亮而统一：“属下参见教主圣师，参见圣女。”如惊雷炸响，沈万云、云缺、岳青红、狼奴4人彻底呆若木鸡。那个来自大虚、考入太学院，成为最年轻博士的秦牧，竟然是魔道第一圣地天魔教的当代教主，而平日娇俏可人的司云香，竟是魔教圣女。
更让沈万云心底发寒的是，他在那群躬身的人中，赫然看到了太学院内德高望重的建堂堂主与镇堂堂主。云缺和尚吓得紧闭双眼，连连大叫：“小僧什么都没看见，别杀我灭口！”建堂堂主抬起头，目光冷冽地扫过沈万云四人，对秦牧请示道：“圣教主，他们已见我等真容，是否需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此言一出，云缺魂飞魄散，对着秦牧和胡灵儿哀哀求饶。秦牧转身温言安抚众人：“诸位同学放心，有我在此，必能处置妥当。”随即他回过头对建堂堂主清晰吩咐：“且问问他们是否愿意皈依我圣教，倘若不愿。”他略作停顿，语气依旧平和：“此地山清水秀，正是长眠家处。”说完又转向沈万云等人，体贴道：“放心，我会安排好的。”接着仿佛想起什么，在对建堂补充：“动手时避着点我，务必出剑利落，让他们少些痛楚。”这番安排吓得云缺涕泪横流，连连高呼自己已是圣教中人。沈万云与岳青红对视，眼中尽是挣扎。最终沈万云长叹一声，低声道：“天魔教此番算住朝廷评判，加入似乎也非不可为。”岳青红与狼奴也只得点头。司云香此刻方才掩口低笑，接破道：“教主心善，与诸位说笑罢了。”可秦牧只是哈哈一笑，不置可否，让云缺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风波暂平，秦牧走至悬崖边，眺望10余里外，那里正是被移走的战场。原本无形的天牢风境已被恐怖的交手余波撕开数个巨大破洞，狂暴的能量风暴间歇喷涌，将成片山林连根拔起撕碎。即便相隔甚远，那悸动的威压仍令人心悸。山体正肉眼可见的崩解、降低，逐渐与地平齐。秦牧试图运转元气，开启更高层次的碧霄天眼以观战。然而元气流经双目时，一股异样的感觉传来，他根本未曾成功构建碧霄天眼阵纹，但远处战场上的一切竟已无比清晰、细致地呈现在他视野中。延康国师每一道剑气的流转轨迹，对手神通的内在元气结构，甚至每个人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都历历在目。这绝非他自身能力所能及。一个惊悚的念头划过脑海，天波城幻魔。当时召唤都天魔王一事被退魔令意外打断，莫非有一部分都天魔王的意识与法力被截留在了自己体内？此刻正是这潜藏的魔王意识在借助他的眼睛观战。秦牧背生寒意，但强自镇定，决定暂且隐忍，反而充分利用这外挂，贪婪地观摩这场当世巅峰之战。只见战场中心，延康国师周身光焰如神，以精纯元气化为无形剑锋，其剑法已超越招式范畴，每一击都蕴含着极其繁复玄妙的数理计算，威力宏大而精准。他的对手中，就时代的3位老怪物是其一笔浮沉的穷夫子，用古朴见识的李散人，御使蛊虫化龙的田真君实力雄厚，却功法略显陈旧。盖门齐大有身形虚实变幻，颇为难缠。道全真人修为稍逊，4辈国师有意留情。大雄寺智空禅师则早已精身破损，伤痕累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青铜面具男子，他施展的竟是延康皇室不传之秘九龙帝王功，9条凝若实质的元气真龙绕身飞舞，攻防一体，霸列绝伦。其身份定然是林家皇室核心，连延康国师对其攻势也略显克制，未下死手。战斗残酷而高效，每过片刻，便有一道强大的气息如同风中之烛般熄灭。很快，战场上只剩下8道身影仍在激烈交锋。秦牧心中默数，除国师外还有7人。恰在此刻，秦牧心神猛然一震，豁然转头向西望去，只见西方天际一片巍峨辉煌、金光万道的雄山虚影，正以磅礴之势朝此地压来。那并非实体山岳，而是由无数精纯佛门法力与气势共同凝聚而成的惊世异象佛门圣地须弥山。山影之上，可见罗汉怒目，菩萨低眉，尊者肃立，护法威严。而在那最高处的璀璨金顶，一尊通体犹如纯金铸造的大佛端坐莲台，脑后层层圆光辐射万丈光芒，神圣威严浩瀚的气息笼罩天地。大雷音寺竟是如来亲率全寺精锐降临于此。几乎在同一瞬间，战场中的延康国师剑势骤然变得凌厉无比，一道剑光掠过，本就重伤的智空禅师顿时身首异处。而山峰上，所有天魔教众齐转身，
左护法使冷笑：“秃驴，秃驴！”数百人同声应和。刚入教的云雀摸摸光头，只得硬着头皮跟喊：“秃驴！”须弥山悬庭上空，万千僧侣俯视，齐声冷叱如雷：“魔道孽障，佛光魔翼！”轰然对撞。秦牧看着这剑拔弩张的对峙，暗自嘀咕：我天圣教与大雷音寺的关系好像有点僵了。